终日昏昏醉梦间，忽闻春尽强登山。因过竹院逢僧话，偷得浮生半日闲。Hello， 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阿茶，欢迎收听新一期的鬼话怪谈。咱们今天要讲的第一个投稿就发生在今年的4月份，而且附有实拍图，你能直观的感觉到人中邪后的样子。这个小伙伴呢是个女生，她和她对象之前一直都在北京工作，俩人处的时间也比较长了，再加上双方的父母也都见过面表过态，所以他俩就准备年底结婚。于是在今年的3月份，他就回到了江苏连云港对象的老家，但是两个人呢又都不太想在本地发展，所以到了4月份，他跟家里人协商过后就来到了苏州。之所以选择这个城市，还有一个主要原因是对象的亲姐姐一家就在苏州定居，他们又是刚来的，人生地不熟，所以开始的那几天基本上都是他姐姐带着俩人玩。然后那天算上他们一共7个人一起去了苏州的古镇，差不多上午10点多到的。现在的古镇周边都会开很多那种古装租赁加造型的店，他们几个女生逛着逛着就想进去试试，于是随便挑了一家种类较多的店就进去挑衣服化妆了。而这个小伙伴的对象从头到尾都没有进这家店的门，一直是独自坐在店门口的石凳上抽烟等他们。因为都是女生嘛，化妆加造型的时间就很长，等完全弄完出店的时候已经是下午1点多了。他就看对象好像有点等得不耐烦生气了，后来路上呢俩人又闹了点别扭，总之大家玩的都不是很尽兴，所以早早回了家。因为出了白天的事儿嘛，回家后他和对象也没有太多的交流，但是到了第二天早上，他还没睡醒，就听到他对象在床上喊头疼，一喊就是一上午。他被烦得不行，说你要是不行就去医院，别在这跟我装委屈。因为平时他对象就总装可怜，特别是在他生气的时候，一般呢他就会这么怼他。可是这一次他对象都没跟他拌嘴，直接就说要去看看。于是他们就近找了一家医院做了头部 CT， 结果啥事都没有。但回家后对象依旧说头疼，甚至到了下午5点多，他突然就跑去厕所开始呕吐，一直到晚上8点左右，期间反反复复吐了好几次，整个人就跟图片里这样，看着精神非常萎靡，眼神涣散，眼睛周围还出现了很多小红点，好像人都发呆了。他也是被这情况吓懵了，就赶紧打电话给他姐姐带他去医院，并且姐姐车上还说他们下午去的那家根本不靠谱，要带他去这个市里最好的医院检查。刚一进医院没走2步，他对象又开始呕吐不止，都到了那种胃里已经没东西可吐，一直反酸水的程度了。排队挂号的时候也没精神，直接就躺在了医院的长排凳子上，期间都是他和他姐姐2个人忙活。轮到他们检查的时候，他就把男朋友的症状和下午去其他医院检查的结果都告诉了大夫。大夫听完还有点生气，说看他的状态有点像脑出血，怎么下午什么都没检查出来呢？他跟他姐姐听大夫这话都有点慌了，也不知道该怎么办，赶紧听大夫的，带着对象又是验血又是头部 CT、 胸部 CT、 胃部 CT 的，一顿忙活完，轮到大夫懵了，看着检查结果说除了白细胞指数异常，还是由于急性多次呕吐导致的，其他方面一切正常。最后大夫给他开了点消炎药，就让他们回去了。到这儿为止，该做的检查也做了，好医院好大夫也看了，都没事儿。他和他姐姐就合计八成这小子又在演，所以回到家他还挺生气，睡觉前跟对象一顿思想教育，说你个大老爷们儿能不能勇敢点啥的。但是他现在想想，感觉那时候自己还有点缺心眼儿。不过当时男朋友竟然受教了，还说自己会尽快调整好状态。而诡异的事儿也是在这一天晚上发生的。他们家卧室的床围有一个长沙发，那天半夜他睡得正迷糊，一翻身发现对象不在床上，四周看了看，就看见对象坐在床尾的沙发上，头歪着，也没玩手机，就那么一动不动地坐着。虽然他也是被惊了一下，但因为已经是后半夜，很快困意就打消了他的各种想法。最后简单交代了一句，说你赶紧睡啊，然后就又重新躺了回去。又过了一会儿，具体是多久不知道，反正他再次迷迷糊糊的醒了，手往旁边一摸，感觉到对象已经躺在了床上，于是索性没再管，继续睡觉。等他第3次醒来的时候，天已经微微亮，睁眼发现对象又不在床上，依旧坐在沙发上一动不动，跟昨天晚上第1次的姿势一模一样。大家仔细想想，是不是有点诡异？那昨天晚上他摸到的是谁呢？
还是说他对象趁他早上没睡醒又重新坐了回去？不过后面这种情况显然多少有点太牵强了。然后她当时呢就看到男朋友的眼睛是睁着的，一动不动，睁着眼睛坐着。她就问：你干啥呢？不睡觉啊？沙发上男朋友的声音就传了过来，只不过声音很弱，还夹着嗓子，说：哎呀，我头疼，睡不着，一直做噩梦，你睡吧。之后她念叨了几句，就继续睡回笼觉。早上起床后，她就给男朋友炖了南瓜粥，想让他养养胃，还问他昨天晚上做什么噩梦了。男朋友就继续夹着嗓子，不过那会儿她就以为是前一天来来回回吐折腾的呢。男友就说：我梦到有人找我要钱，说我租了他的衣服。不过这个小伙伴全当是他在扯犊子，也没管，就起身去了阳台晾衣服。然后阳台和客厅中间有一个推拉式的玻璃门，他当时背对着客厅晾衣服，一回头就看见他对象眼睛瞪溜圆，脸紧紧地贴在门玻璃上，而且明明他说头疼，但现在脸上却带着一丝诡异的笑，看着他说：我头好疼啊，我头好疼啊，我头好疼啊。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那个画面，一回头看见一个人脸紧贴着被挤压的画面，就把她吓得直接缩在了地上，下意识地喊了一嗓子。接着她就发现男朋友的神情好像冷静了，但是透着玻璃门，她怎么看怎么不对劲儿。之后还有点半开玩笑地说了一句：你这样好像电影里那些中邪的人呢，印堂还发黑。也就在他说完这句话的瞬间，他好像有点反应过来了，这不全都对上了吗？于是他也没管害不害怕，立马拉着对象认真的问他昨天晚上到底做了什么梦。他说：我梦到了一个穿着古装服饰的人管我要钱，说我租了他的衣服。这个小伙伴继续问他：那你怎么觉得这只是穿着古装的人，而不是在古代呢？他说：就跟你们那天去租古装的店一样，并且还说出了店里的各个角落细节。听到这儿他是真麻了，因为那天他对象从头到尾都没有进去过，怎么可能知道店里长什么样呢？他就赶紧打电话给对象的妈妈说了这个事儿，对象家里呢都挺信这些的。然后他阿姨就表示自己现在就去找人问问，晚点再回他。一直到那天下午的时候，阿姨才打来电话，开口就问他那天去古镇新宇是不是生气了。新宇呢就是他对象。他说是啊。接着阿姨又问他那会儿是几点，他说大概也就中午。之后阿姨就跟他说自己找的人全都算出来了，那个人的意思说我这边去上个坟烧个香就行，但是我到了地方怎么打都打不着火。那个人就说是因为什么路太远，两边过来需要点时间啥的，还问他家里有没有剩下的桃木枝。关于桃木枝也算是一个小插曲，他们不是4月份开车来的苏州吗？因为他对象是第一次开高速，加上他们家比较信这些事儿，所以在临走前他妈妈就在后备箱给放了很多根儿。他一下就反应过来了，说阿姨还有好几根呢。阿姨就让他把桃木折成3节放在床下，3天内一定不能出门，外面有什么东西在堵着他，出了门人就废了。说3天后的下午他会让人做法。后面的事儿就是2个人按照阿姨的要求严格执行，因为他俩跟阿姨不是一个地方，所以他也不清楚那边具体是怎么给操作的。反正到了第3天下午，他对象的精神就有了明显的好转，到了第4天起床就已经跟没事人一样了，能吃能喝的。今天的第2个投稿故事的小伙伴也是女生，她给我分享了2个故事。第一个是她妹妹刚当空姐时候听前辈说的一件事儿，那是一次在飞长途时候发生的。因为是长途嘛，所以他们空姐也会有休息时间。飞机上的是一个很小的休息间，就跟那种卧铺一样，上下铺用来休息。然后那天就有一个新来的男空乘在外面忙了有一会儿，有点累了，乘务长就让他去到后面休息一下，因为一共就那么大的地方嘛，你也不确定里面到底有没有人在睡觉啥的。有时候空姐嘛，为了方便就会睡在上铺，所以他当时直接就选择了下铺，在那看手机。期间这边看累了就会翻个身，也就在他突然想翻身的时候，就看到从上铺的位置搭下来一条腿。飞机上的空姐呢，大家都知道一般都是有固定的那种丝袜，他就看到那条腿上也穿了黑丝，在半空那晃悠。他当时就想是不是上面有人在休息啊，自己突然进来是不是打扰到人家了。
他就说不好意思啊姐，我进来休息一会儿，不知道有人，有没有打扰到你啊？但是等了一会儿之后，他发现上面那个人没有搭理他，也没吭声，但是脚还在那晃悠。按照咱们正常人的逻辑，那可能就是人家戴着耳机听歌或者刷视频呢呗。他呢索性就没管，翻了个身，关了手机睡觉。大概休息了有半个小时左右，并且这期间他能确定中途没有任何人进来或者出去过。等起来了，他发现上面那条腿也不见了。接着他就出去继续准备工作，可出去之后他就老觉得哪里不对劲儿，原地寻思了半天才回过味儿。然后他就去外面大概数了一下人数，没有问题，就是他们那天的航班上加上他自己，不管怎么数都是原本固定的，而且都在外面，所以就意味着当时他在里面休息的时候只有自己一个人。为了避免是自己的猜测，他还去挨个问了一遍同事，说你们刚才有谁进去休息过吗？但大家都说没有，都一直在外面忙着呢。他当时就有点发毛，不过还是壮着胆子又过去看了一下上下铺，也是什么都没有。之后他把这件事儿赶紧告诉了乘务长，乘务长呢只是看了他一眼，说啊知道了，等下班吧，飞机落地了我再跟你们说。然后当天晚上落地，乘务长就把他们叫过来，说我今天跟你们说的事儿啊，就是你们也别对外说了。咱们这趟航班底下今天拉了一具尸体，具体是怎么去世的我是不知道，但确实是一个女孩子，就在咱们那个货舱那边。我不跟你们说，就是因为怕你们害怕干嘛干嘛的。那个男空乘一听，瞬间就对上了，还把自己在天上经历的事儿又说了一遍，大家都觉得瞬间头皮发毛。至于第二件事呢，是跟他这个妹妹关系很好的一个乘务长讲的，说他有一次自己飞乌鲁木齐，他们机组人员一般落地后啊，空乘过夜都会有固定的酒店，一般都是2个人一间，反正里面吃住都不需要钱嘛。然后等落地之后，那些乘务员肯定是没人愿意跟乘务长一个屋啊，但他们都在同一层楼，于是乘务长呢就自己一个人睡。结果他那天晚上大概9点多的时候，就听见自己门口有人不停当当当的敲他的门。他就想这谁呀？是不是新来的空乘找他有事儿啊？他就过去开门，门开了，按照正常剧情发展肯定是没有人的嘛。但当时虽然没人，他却听到了电梯到达某个楼层时候的提示音。不过这也不能代表啥，接着扫了一眼走廊，也没看见有人，他就把门给关上了。至于敲门，他之前也遇见过，要么是恶作剧，要么就是有人闲出屁了。但结果呢，差不多到9点半的时候，前后也就过了半个小时，那个当当当的敲门声又开始了，而且连续不断。他说谁呀？外面也没人吭声。到了这会儿，他就不免开始瞎想，还有点害怕，悄悄走到猫眼那儿，直接被吓得飞起。因为他本想透过猫眼看看外面的情况，结果却是黑乎乎的一片。不知道是下意识还是怎么样，他直接就把门给拉开了。拉开的一瞬间，敲门声也停了，再看猫眼上依旧什么都没有。但是他开门的同时，又听见了电梯的叮叮声。这回他是真有点慌了，你说要是有人恶作剧的话，怎么可能瞬间就能到电梯那边呢？他就赶紧回屋。时间又过了半个小时，大概10点多，敲门声再次响起。他也不敢开门呢，就在当时他们飞航班的那个小群里问了一嘴，说你们有人来敲我的门吗？其他乘务员都说姐没有啊。他就继续问，那你们有听到啥动静吗？还有敲门声？大家也说没有。接着他就说那行吧，你们早点休息。后面他自己一个人在屋里，那个敲门声就一直不停，大概敲了有10来分钟才戛然而止。就是本来还在那当当当，下一秒上一个当声还没结束就停了。她因为太害怕，就赶紧给男朋友打视频，结果还是半个小时，10点半的时候，声音再次响起。男朋友就说：“你把那个摄像头转到门的方向，然后慢慢过去，开一个小缝，手机探出去，我看看怎么个事儿。”但是打开摄像头之后，她连屏幕都不敢看，就怕看到什么不该看的东西。接着慢慢把门拉开，声音消失，电梯声再次响起。把手机探出去，过了几秒，电话里男朋友就说：“没啥东西啊，你全拉开吧。”因为这会儿男朋友在，他稍微缓回来点，但是刚一拉开，男朋友就问他：“你听到了吗？那个敲门声又响了。”瞬间他说自己都快弹起来了，说：“没有啊，哪有敲门声？你别吓我。”她男朋友就说：“真的，我真听到了。这样你赶紧喊你同事，今天晚上你跟他们一起住。”他呢就在群里艾特了几个人，同事出来问他：“姐咋的了？”缓了好几分钟，他才说了自己这一晚上的经历。
同事就让他赶紧去他们房间，3个人挤挤将就一晚上得了。他呢连东西都没收拾，明天早上再说吧。可是事情并没有好转，依旧是半个小时，不仅他，还有其他的2个同事都听见了敲门声。总之那一天晚上他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睡着的。然后第二天早上他回屋子，东西直接一股脑塞进包里就冲了出去。在飞机上他就把这件事儿完完整整的跟其他乘务员说了，大家都觉得怕是遇见鬼了。回去之后这个乘务长也就没管这事儿，可是她男朋友就觉得这件事儿挺诡异的。后来有一次她男朋友正好航班飞乌鲁木齐，她男朋友呢也是空乘，而休息的酒店还是这家酒店。她男朋友就觉得可能是酒店里有变态的工作人员，要不然敲门和电梯声解释不了啊。然后她直接就找到了前台，把事儿跟经理说了，让他们把监控调出来看看。但结果就是她男朋友把事发时间段的监控全部都看了一遍，真的一点都不夸张。因为他们那个楼层基本上都是供乘务员来休息的，所以一般不会有外来的什么住店的客人居住。但是那天晚上真的就没有任何人上来过，哪怕是什么服务员也不存在。而且更诡异的是监控里那些声音都没有，就只看见了他女朋友进进出出看走廊的画面。但是他那天晚上跟女朋友视频的时候，那个敲门声非常明显，就真的很邪门。再后来他就带着女朋友去了当地的道观拜了拜，在飞乌鲁木齐的时候也是跟同事一起挤着住。而事情呢到这里也就结束了。好了，这就是本期的所有内容啦。如果有喜欢的小伙伴，还请多多3连支持一下。如果有相关经历的，可以后台直接私信阿茶，微博 QQ 都可以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